修甲型，刚刚有同学说了，短指甲怎么去修？有时候修不精致，修不关键，所以长指甲跟短指甲它其实有一些小细节，但是最关键的修甲型4个大问题点我给你们罗列出来了，就是你们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只需要解决这4个问题，你能把这4个问题搞明白，知道怎么去操作，好了，你修甲型一般来说问题不大。但是这个课程之前不代表说你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然后跟这节课你就能听懂，是你要先学会各种甲型的修磨方式，知道它的一个操作顺序之后，再来去看这节课，才能看得更清楚明了一点点，好不好？多久可以塑形？30秒钟啊！我给你们那个教30秒，大灯的话30秒，一字灯至少要1分钟。我不建议你们用一字灯去照坚固胶，容易某个地方硬，某个地方软，照不均匀啊！好了，来。关键点4大步，首先第一个，甲型在修的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上上手显瘦，就是最大程度上手能显瘦的一些小问题点。我这里写了这个1、2、3，一共是梯形、方形或者方圆形，还有尖圆圆、椭圆、水滴什么什么杏仁这种，我就把它当成一种了。你学过修甲型知道，这一共不就三种修行方式吗？对吧？其他好多名字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啊。来，首先第一个梯形，大家去记啊，先去记。首先梯形有几个问题点。我这样写是不是太满了？写到哪儿了？这样写吧。第一个，梯形甲在上手的时候怎么最大程度上显瘦？首先第一个，你们一定要注意，从 AB 点就是两侧的那条线一定要成直线，就是侧边线一定要成直线。看一下啊，啥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咋也摸不动呢？就先这么着吧，这么着吧啊。第一个叫做俯视图的侧边线成直线，是哪里呢？是这里，是这里。给大家看一张图啊。这个其实咱修甲型的时候已经说过了，甭管是宽梯、正梯还是窄梯，对吧？各种甲型，宽的还是窄的，从这个 AB 点两端到侧边这个地方，这称之为指甲的一个俯视图啊，在咱们课程里面称之为俯视图。俯视图的角度上来看，俯视图来看，两侧一定是直线。第二个要学会塑形。塑形，一会儿我会着重去说这个什么情况下可以塑形，什么情况下不塑形。塑形是为了让甲床显瘦的。如果你的甲床是胖的，是宽的，那么你的梯形前端收的再窄也白搭，所以说，这个我就综合去写啊。一个成直线，第二个塑形要让甲床显瘦，第三个大家要拿捏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去做刻甲的时候，它的那个手指的胖瘦以及指甲的长短。或者做的这个指甲是长指甲、短指甲，对吧？刚刚有同学说那个细狗梯两侧就非常那种往里去收直的那种状态啊，比较窄的一个状态。所以3大问题点针对梯形甲，你解决好这3个点问题都不大。所以第一个侧直线把它拉直，第二个要学会塑形，第三个要让把我们的这个根据手的胖瘦去选择。那手跟胖瘦跟指甲的长短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后面这个问题来说了。根据刻甲的情况去定指甲的长短，长指甲和短指甲，咱现在先拿梯形来说，因为刚刚在说梯形，所以长指甲我们收的这个梯形可以作为一个窄梯。可以修窄梯，但是短指甲尽量修宽梯。啊，它是适合的不同种类，好不好？所以长指甲的适合窄梯，短指甲的适合宽梯。所以同学问，老师，我这个指甲就像我手一样这么短，我想收个很窄的梯，它能好看吗？对吧？前端呱这种收进去一大块，就拐个大弯一样，它就不漂亮了啊。所以说这个要根据长短去确定，还有一个根据手指的胖瘦去确定。你想一想，如果他手指比较宽，肉手比较宽大的情况下，你收的那个甲型宽了，手指甲盖越宽会更显瘦呢，还是越窄一点点更显瘦，对吧？所以说一般胖的手都适合能拉长甲型的。所以长指甲的啊，我们适合这个胖手啊，短指甲都不是短指甲也能做，啊。就是长指甲胖手会更显长一点点，所以额外先写一个啊。好了，来，这是梯形甲，修甲型先把这些各种甲型怎么显瘦拿捏好。来，第二个方形甲，这里要跟你们去说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方形甲我在一般出现在本甲就是短指甲的情况会比较多，长指甲呢也有，但是不会特别的长。但是这里有咱们很多已经上手的同学们经常出现的一个错误点，如果正好没有开始做刻甲的话，同学可以注意一下啊。这里有一句话叫做指甲 AB 点以外的宽度。AB 点以外的宽度要小于或等于甲沟的宽度，啥意思呀？我一张图给你们解释到位啊。
不知道今天多少同学在，来看叫做 AB 点以外的宽度要小于或者等于甲沟的宽度。这里这个没有说谁修的不好啊，我就随便打了一句话，我就打了这句话，然后搜出来的一张图片，先给大家参考一下，好不好？这个指甲不算是特别长，但是是做了延长的指甲。来，随便找一个指甲，比如说这个手指来看，它的甲沟宽度在哪里？这是它的甲沟，对吧？先缩小一点点啊，别太，就这个黄色的吧。这个亮一点，来看它的这个甲沟宽度在哪里？甲沟宽度在哪里？这个，对吧？这是它的甲沟，能看出来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宽度，它的甲沟也就到这儿了。结果你修完的甲型方形甲，给它把前端的宽度到了哪个地方？甚至比后缘的甲沟还要宽，所以整体的感觉像是一个倒梯形，你看看是不是？能看出来吗？所以像这种甲型是我一直想要特别开课的时候强调的，就是方形甲，你要么两侧垂直一条直线下来，非常非常的方，要么想要本甲显瘦，梯形甲显瘦，像短中这种甲型，记得把两侧直线下来之后，微微往里收一点点，稍微往里收一点点，有点类似于宽梯的那种感觉，但是又不能说是收的太狠，收的太狠就成窄梯了嘛，对吧？所以我们稍微在垂直的基础上微微往里收一点点，这种做客甲，尤其是本甲、短甲的时候，它的那个方形甲才会更加的显瘦，瘦长。咱是拿这个做顾客实际去出发的啊。你要说考试标准，我拍照比方形标准的话，那你两侧必须是一条垂直的线条下来的，从甲沟延伸一条直线。所以遇到那种叫什么甲型？扇形甲，指甲前端两侧宽的这种指甲，咱是不是要通过塑形把两边宽的地方给它收进去？收到什么程度？也是从甲沟延伸出来，接近直线，这种情况下是最显瘦的，好不好？这是这个方形甲的一个注意点啊，咱把它写一写。再把它写下来，所以写到这儿的一句话叫做 AB 点以下，就是从 AB 点以下的这个长度，我不管你是短的还是多长的，修方形的时候，它的这个宽窄度一定不要超过甲沟的宽窄度，要么跟它一样平齐，要么比甲沟稍微再往里收一点点，窄一点，这样程度最大程度上能让手显瘦，这一点可以懂吧？同学们可以理解怎么看窄梯的宽度？看窄梯的宽度，哪个梯形窄？你应该去看一下修甲型的那节课，亲爱的，去看一下修梯形甲。你在课程顶端搜一搜梯形，回头这节课结束之后搜梯形两个字，看看梯形怎么去修。然后有一节快速修梯形课程里面就有讲解到怎么改变梯形的宽窄度，我想要宽的还是窄的，好吧？就有知道这个主要是改变指尖的一个这个形状啊，没有问题。你们同学们扣一个小小的一，咱们往下去走，好不好？没有问题，往下走。这是方形或者方圆形的一个课特别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显瘦，这是修甲型显瘦。如果说铺胶显瘦的话，你们要注意指尖别对焦，我这里额外写上了，这个跟修甲型没关系啊，但是我额外嘱咐一句，就是本来我甲型修的挺显瘦了啊，也是按照老师你的标准来的，但是涂完颜色之后，这个指甲显胖了，甭管是任何甲型，涂完颜色做完款式显胖了，那么一定是两侧或者是指尖堆胶了，胶变厚了。对焦了，所以在涂的时候，照灯前一定要检查一下指甲的指尖以及两侧有没有明显的堆胶或者溢胶或者胶厚的现象。同样是这个胶啊，我同样是这个指甲，比如我随便这是个什么颜色，随便拿个什么颜色没问题啊。来看，就这个甲片，如果说我把指尖的胶弄厚一点点，看看。就1层、2层、3层、4层，无限的往上叠加，有没有感觉指尖开始变臃肿了，对吧？而且如果两侧我再去给它多加点胶的话，相当于抗胶溢胶吧，这个胶流到了两侧，来看看这个指甲显胖了没？所以你的底子做的再好，然后如果涂胶不到位，那也不行啊，那也不行。但是修甲型这个关键点，说实话，老师我想做指甲提高客单价，我想做精致，不要去考虑你的款式怎么样，你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把今天我们的这节课完全理解到位，把这个弄好了，甲型修好了，你做啥都没问题，好不好？甲型非常非常关键，也是比较难的一节课啊。卡了吗？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来下一个尖圆圆椭圆水滴，这个怎么能在最大程度上修甲型显瘦？可以回放啊，咱所有的直播课程里面的课程都有回放的，都有回放。来，同学们，我在开播前，其实我截了，就是我拍了几个视频，然后正好讲到这节课，就给大家截了一个图，尖圆圆椭圆水滴是不是也是通过指尖的一个剪的多少去改变一下它的甲型，对吧？但是网速不好，老师卡，你们切换一下清晰度，我开的是超清，所以你们看起来可能有点卡，你们可以把清晰度换成标清，因为今天这节课没有很细节的点，好不好？回头有网的时候再去看超清的课程啊，做起来就不行了，没事，一会儿我会实操的，咱们先去把理论点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些因为都是已经修过甲型的同学去看，所以很多点不用再一点点去细讲了。来看看这个图，同学们看看这个图。这是咱家学员提供的一张修甲型图片啊，我正好看到就顺手把它保存下来了。这个甲型你说它显胖吗？人家修的这个也弧度也很流畅，也挺干净的，对吧？你可以称之为椭圆，可以称之为尖圆，但是
这个甲型还是可以再去显瘦的，可以再次显瘦。那它怎么通过修甲型显瘦？一个是塑形，第二个能重放啊，能看舒服，能看的，有回放的。等我下播的第一时间就有了，现在还没有，好吧？直播过程中是没有什么回放的。来看啊，同学们记住一个问题点：怎么能让指甲显瘦？着重像尖形、椭圆、尖圆这些水滴类的啊，带弧度的甲型，你们只需要改变一个地方，就是这儿，就这儿，这个地方，两片的这里。如果说它的指甲比较长，那么你可能改变的位置就要拉长一点。如果指甲很短，那么着重就把这两侧的这个地方，哎，给它往里收窄一点点。啥意思呀？你这是啥意思？来看这张图片，看这张图片。同样是修的这个甲型，我想要一个偏椭圆一点点的。你感觉右边这个甲型胖一点的，还是左边的这条线条更流畅，更加胖一点？对吧？线条要流畅是一个关键，一会儿还会再讲。但是甲型像这种甲型想要收窄的话，就是两侧的这个地方，你看看，你是只是指尖有了它一定的这种弧度呢，你还是把从 A B 点这个地方开始，先是直线开始慢慢收进去，没有明显的这个位置鼓出来的现象，就是我刚刚画两个圈的地儿。这边呢，你看有一个小箭头，就是这里胖了。对吧？就是这里胖，所以我如果在这个甲型上，我就给它进行调整，我会把这个位置你们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代表说这个位置，哎，它跟甲沟一样宽就是对的。你要从竖的地方，先是从甲沟延伸一条直线，开始缓慢的要往里去收。能理解吧？所以收进去之后，这个位置就理应来说应该再切掉一块，所以这个地方能让你的指甲短的也好，长的也好，更加的显瘦，但是不能收的过分窄，收的太窄的话它就不对了啊，所以要有一定的流畅度，好不好？这是这个尖圆、尖形、椭圆这些甲型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这是要偏短一点、偏长一点点的来看，这个能看到左右的区别吗？这是同一块甲片去进行修的。能不能看出来？左边我是很流畅的一条直线，然后过渡到中心点的位置。右边呢也是流畅的直线，但是它好像是从这个位置，哎，下来之后拐了个弯又进去的。所以一定是两侧的这个看一看，是不是你们修的甲型会有一点胖胖，就下去突然拐弯的这种感觉，要让它有一个很自然流畅的衔接，是倾斜进去，慢慢进去的。这个我能说明白吗？这个点我能不能讲明白？可以理解吗？所以现在再来看这个甲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可不可以再改？可不可以再窄？再来看这个，对吧？我把这个擦掉。我现在再来问大家，这个甲型还能不能再窄一点点？如果说再显瘦一点点的话，是吧？也是能理解啊，能理解就好，能理解就好。所以像这种甲型，你们要注意好，就是这个关于拐弯的地方，就是流畅度的一个衔接，好吧？流畅度的衔接啊。像椭圆这种，一般很多同学老师我修完的甲型就是总是显胖，其实就是指尖这个位置两侧的地方没有改变掉，这指的是俯视图，宝贝们是俯视图啊。我先写一下。指尖拐角，我就先写几个字吧。指尖拐角，收进去。这里指的是俯视图的那个感觉啊。好了，来，这是这些甲型的一个问题点，然后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注意的是下一个我们要说的这个边缘线的一个流畅锋利。你们修甲型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把这些调整一下就好了，好吧？来，第二个要给你们讲的是边缘线流畅锋利。锋利这个有点什么感觉？一说锋利，你们可能会想到的刀，对吧？咱们的刀它是很薄的感觉，一个要薄，第二个边缘它是很那种整齐的，没有小毛刺，有小毛刺就不叫锋利了。所以修甲型哈要注意怎么叫做流畅且锋利。流畅刚刚给大家其实已经说过一个俯视图的角度，你像圆、椭圆这些，咱从比如说梯形的刚刚那个图片呢，在这儿梯形线条，哎，从这个位置刷过来两条直线，没有很明显的弧度或者波浪形的变化，这叫做流畅啊，叫做流畅。然后像这种圆、椭圆这些呢，我们就要注意啥呀？从侧面过来，这些图片你们都能领得到啊，都找客服都能领得到。其实每节课里面都无数讲解 n 次的了。这个俯视图，来，俯视图修好之后，整个线条像这张图片一样，我们修完的边缘线，俯视图来说也是要拉直，然后弧度到中心点上是一个过渡变化，不要有明显的大拐折点或者冷不丁拐弯变胖的一个地方啊，流畅起来。还有这是俯视图，那侧视图呢？侧视图是我着重要说的，它怎么能看起来更锋利？来，同学们看一下啊，这个叫做方形甲，欧美方的甲型，这个是偏这种这个欧美 T 啊，欧美 T， 看一看它甲型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样，从这里出来，它是一条纯直的线条，方形啊。来梯形呢，从这里出来之后，可能开始慢慢的有点往上扬了，就有点往上走了，就不再是纯直线了。看纯直线是这样，它可能稍微往上走了一点点，这属于正常的，好不好？但是整个侧边线一定要打直线出去，非常的流畅的一个直线啊。这是方形甲。但如果像圆、椭圆，刚刚要着重给大家讲的，来看这两个，哪个更像椭圆，哪个像尖形甲？
是不是侧面也是有明显变化的？这个可能修甲型同学们有些问题点会忽略掉，我这里唠叨一下啊。先说长指甲，再说短指甲，长指甲再说短指甲。你的问题正在问问题的，正好是我接下来马上要说的这个。像指甲在有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咱甭管多长，你们就记住一个，只要是延长的尖、椭圆、尖圆这种带弧度的甲型。从 AB 点开始到前端，我们先去给它连接一条直线，也就是说，修甲型不要直接从这个 AB 点哐就上去了，对吧？它就不好看。尤其越长的指甲，你这一块不留出来，你的甲型怎么做怎么飞，怎么做怎么飞，飞起来了。所以这个点要注意到，哎，你就下意识的记住，哎，最近金飞说了啊，最近我的名字，这个金飞说了，他要从这个延长甲，所有的甲型都是 AB 点出来之后，它会先延伸一段不等距离的直线。不等距离的直线，然后从这条直线开始，再缓慢的往这个中心点上，往上面往指尖上去过渡，好不好？所以不要直接从 AB 点往上拐，那就对了。但是这个长度具体是从留多长，哎，这个就跟指甲的长短有关系了，跟指甲的长短有关系了。比如说像这个短指甲，其实看这个就俯视图也是能看出来的。这个短指甲从这到这延伸，其实也就这么一块，对吧？但像这个长指甲的话，它可能延伸，我可能延伸到这儿。这只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啊，因为每个人剪的指甲多1毫米少1毫米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好不好？短指甲的话，我知道要先有一段直线再拐弯；长指甲的话，我要有一段长直线再拐弯。但是侧边的这个线条一定是要有一个足够干净、流畅、锋利的感觉。看起来，看看这个图片。就算是尖型，我也没有直接从这个 AB 点，哎，直接飞得特别厉害，也得说你适当的能有一点是一点，能多少有点是一点，然后再开始往上走，好不好？这是这个。但是短指甲，同学们看啊，看短指甲，你再去收这个窄的时候，它很容易，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说短指甲不让你们收的太窄的原因。你看，如果这个指甲你从这个角度去看，没什么大问题吧？对吧？看这边这条线，我修的这个弧度也挺好看，它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从侧面去看，我要贴上去之后，就感觉从这个地方直接就上去了。所以如果这块短的你不去留这么一小段直线，直接往上走的话，你最终这个甲型看起来就感觉好像要么像瓜子，要么就是飞起来的，好不好？是不是甲片的一半不一定啊？得看你做半贴，你做半贴和全贴，它的一半位置也不同啊。所以你这个有了这个意识，你去慢慢的去找一找，找看看，没有明确的一个那个必须啊，你不能每次拿个尺子去量几毫米吧，对不对？这个慢慢来，慢慢来啊。短指甲就是你们同学们在修的时候，就记得不要把这个 AB 点这儿从 AB 点直接往上拐就行了，稍微留一段直线。哎，像这边一样，我先留一段直线，缓慢出来，再往上去走，对吧？然后边缘线不流畅，我再过渡，它也比直接这种斜着上去的要好看的多了啊。所以这是这个甲型，我怕之前讲的同学很多没有听着，所以我这里又唠叨了一下。能看到这一段实际上是有一段的小直线，然后再上去，所以我这个甲型修的再尖它也不飞，好吧？而且在尖型贴甲片的时候，尽量的你们贴的稍微下勾一点点，稍微下勾一点点啊。测试图角度，这个有写笔记吗？写吧。测试图踢的这个直线非常流畅的 AB 点甲沟延伸，从甲沟开始往外延伸啊，就从这个甲沟你能看多少？这是甲沟，这上面看不见，你不能从这儿延伸，所以从有直线的地方开始往外延伸出去，斜直线，斜直线。课和课都是关联点的，我就很怕直接少白听这节课听的就稀里糊涂。方形的话啊，延伸出去为纯直线。当然，微微下勾可以，但是有这个概念啊，纯直线。像这种圆类的，我就统写一个圆了，好吧？尖圆什么各种内容都一样，尖形的也是一样。记住这个要画个大星号，要怎么着呢？先有一段直线，再走弧度。再走弧度啊，先有一段直线，再走弧度，不要上来直接就往上斜着走，好吧？好了，这就是这个线条边缘线流畅锋利的一个小关键点，不要忘记掉它。那我怎么能把这条这个指甲的边缘修得这么干净？哎，又还要再说，另外再唠叨一句，你看我这个甲型边缘没有任何的毛刺，看起来也很锋利。锋利有两个感觉，第一个要薄，对吧？第二个要怎么样？要干净，没有刺儿。哎，这两个点，所以说我拿这个刚刚那个甲片，我其实这个要扔的，哎，想想还能留着用。比如说，来同学们看。看啊，这边干净不干净？你修完的这条线条是不是流畅的？不是吧？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多余的小毛刺？咱该怎么办？如果用后搓条错的话，可以，你可以把这个毛刺先给它抠出来，对吧？抠完之后，来从这个地方开始拉长线啊，拉长线从侧边给它过渡过去。你看一下，把这个胖的地方，刚是这里胖起来的啊，我把这个地方给它收上去，看到没？收上去，边收边去清理内侧的小毛刺啊，内侧小毛刺给它抠出来。现在看看这条线是不是就磨了2、3下，它就变得好像舒服多了。但是这个还并没有完全改变掉侧边的这条线的一个锋利程度。
那怎么办呢？就是大家在修完甲型，尤其是甲片之后，取一个薄错，本甲也是取个薄错，因为薄错颗粒细，越细的它抛出来的这个边缘线就越光滑，所以用细砂面怎么着？修完甲型再把边缘线2次稍微给它过一遍，不需要你去调整太多了，就只需要把这个边缘的地方给它过一遍。有小毛刺的去除掉，现在有没有感觉开始出现锋利的效果了，对吧？这是一个我们边缘线要流畅啊，要干净，要流畅，一个小线条完成。那还有一个要薄，怎么体现？侧边线什么情况下是薄？如果说薄呢，我们一定是要把这个先修面再修线这2个点贯彻到之后，如果指尖你看能看到明显的厚度吧？有厚度的时候它就不薄，那咋办呀？我们就去改变一下甲面的厚度，把这个厚度给磨下去。梯形和方形不用动啊，梯形和方形只看2侧。然后像尖形尖圆的话，从指尖看到2侧都得去观察，都得去观察。来看看，把这个面修完之后，你其实最后老师我不用薄粗，我用海绵抛行不行？当然也可以，当然也是可以的啊。别说就教啥会用啥。来看看薄了没？对吧？这是不是感觉就锋利多了？所以好多人修完甲型指尖的这个厚度它不动，尤其是尖圆呀这些，大家多多注意啊。流畅锋利，锋利要感觉要薄。第2个干净流畅啊，流畅前面有了就不用说了。好了，那这个梯形怎么注意它的薄呢？薄就是在我用红色的写啊，换个颜色，蓝色吧。着重改变的是2侧的线条，像方形的也是同上啊，但是像圆类的这些，想要体现它的薄，一定记住是指尖加2侧，还有一个指尖的厚度。字儿真丑，简单看看吧，好吧，简单看看。来，指尖和2侧拍张照可以吗？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拍，你们试一下吧，因为没写完。等写完之后，一会儿我把这个你们记一下。我直接发群里，好多同学不知道啥意思，看不懂，好吧？来，现在没写完呢，你们先这么去看一下啊。指尖和2侧厚度能理解啊，能理解。你看现在这个甲型看起来就舒服多了。所以说，来同学们看一下，日常咱们想要做建构、做延长、做任何类型，想让这个指甲锋利感觉有没有？然后另外一个薄的感觉有没有？指尖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大厚度？没有吧？所以说它整个面好像是盖起来的，你看不到任何侧边的这条线的厚度。有厚度你能看到横切面，就说明你这个错调角度有问题，就得打磨一下甲面，最后过渡一下啊，别忘了过渡甲面，好吧？这是这一个，还有后面马上就结束，很快就结束了啊，还有最后2个小知识亮点。下第3个叫做塑形步骤不能省，塑形步骤不能省，这里也就是说我的甲型我怎么修都显瘦不了。同样这个甲片给这个人做挺好看，给这个人做它就是不显瘦，是因为啥？是因为它的本甲过宽，所以在本甲宽的情况下你要会塑形。那么我做本甲的指甲什么时候要塑？延长甲的时候什么时候要塑？对吧？我这里给大家稍微解说一下啊。来，首先第一个，本甲什么情况下能塑形？能塑形的几个点，第一个，健康的指甲，差点写错字，健康的指甲。第2个，扇形甲，综合满足啊，扇形甲。第3个，宽大的指甲。这3种情况下本甲都能塑形，但是塑形一定要选择一款不回弹的胶，你回弹完了就像加固胶似的，塑完接着又弹回去就白塑了，就白搭，好吧？所以做本甲能塑形的时候有这种状态，但是不能塑的时候呢，我写了一个极薄，啥极薄呀？本甲嘛。本甲它的指甲盖非常薄的情况下，我就不是很推荐你们去给它塑形，就算塑也是微微的塑，因为指甲很薄的时候，它的指甲下面是附着在哪儿了？甲床上，对吧？附着在甲床上。如果这个时候你把很薄的指甲长时间给它禁锢起来，给它收进去的话，是不是这层指甲慢慢它会往上掀起来，就会导致空甲的现象产生？好吧，终于知道为什么指尖看着喷没白学。行，有这么一句话，我今天这个课又没白讲，挺好啊。这个极薄的指甲是不建议去塑形的。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内嵌甲，嵌怎么写？嵌咋写？内嵌内卷，就是嵌，我打一下试试。内嵌，内嵌。甲沟炎的那种都叫做内嵌，谢谢，感谢大勇，感谢你们的这个嵌。对了啊，内嵌甲或者叫做内卷甲，什么叫做内嵌内卷？就是咱们正常的指甲，你看它是有弧度的，是自然下去的。但你像甲沟炎，它是为啥？是或者说那种指甲上的甲沟脚指甲上，它就是因为这个两边太往里去收了，指甲盖塞到了肉里面。所以说，如果顾客的本身指甲已经往里卷的非常厉害了啊，都开始就是前端从指尖去看，咱不是这种弧度吗？是这种的，有一个小斜坡的这种，但是它那个呢是这样的。
能理解这意思吧？就开始往里去收了。包括咱们常说的那种什么订书机甲型也是，订书可能没这么尖啊，稍微有点弧度的。但是两侧直着下来，或者说往里去卷的，这两种是不要去再去塑形的。你去塑形可以做一个反向塑形，反向塑，但是不建议就是那种往里去夹的塑形，因为你越夹越厉害，会让它的这个指甲越来越明显。但你只是铺胶的话，它不会影响。那怎么做？叫做反向塑形，叫做反向塑形啊。比如说你铺上胶，咱们正常不是说在照灯的过程中往里边照灯边去塑形，这样能变瘦吗？但是如果出现的那种一个通过打磨修形把它指甲卷进去的地方给它磨掉，咱不要了，那种情况下你正常做建构让它长就行，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第二种你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外，就比如说我铺好胶30秒钟了，可以塑形了，这个时候边照灯，我把2个指甲盖塞进去，把它内卷的指甲往外撑出去，然后再照灯，再照灯。但是这种做完建构指甲可能会稍微有点变胖，但是至少能让指甲更健康。但是一定是先健康再去变漂亮的啊。所以两侧可以从里面往外去抠出去，叫做反向塑形。这个呢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也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做好。所以这个你们知道这个事儿就行，好不好？这是本甲的情况下不能塑形的情况啊，不能塑形的情况，一个能塑，一个不能塑，大家都注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延长的时候，延长甲里面的塑形一共分两步，第一步是在贴甲片的时候。贴甲片的时候就要塑形，这是第一次塑形。第二次塑形是在建构的时候，做完建构之后2次塑形，建构找平的时候。所以说，一般延长甲要去分2次塑形，不能只是说我贴甲片我不用管，我随便贴，贴完之后我上来建构胶再塑，怎么收不进去了呀？因为甲片它已经是很硬的一个状态，这么硬的甲片它就已经把你的指甲宽瘦是不是就固定好了？你这个时候铺上胶你去塑，你只能去塑胶，但是甲片显宽的时候你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说贴甲片第一步先去塑，贴完甲片建构找平是2次塑形，这样能最大程度上让你的指甲修完甲型也好，做完建构这综合来看更加的精致一点点，好吧？精致一点点。所以说一共是2步，但是延长甲的时候是所有人都适合塑形吗？其实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但是这个综合来说同上，什么情况下能塑，什么情况下不能塑，这个原因是同上的。好吧，这个应该我这么划拉的能理解啊，会导致空甲。我看看来说的啥。薄人甲不建议塑形的原因会空甲，太薄了，塑的太大了容易空甲。空甲了你要往外长的话，可能需要长2到3个月，而且顾客会不念你的好，觉得你给他做坏了，你的胶不好，你的手艺有问题。顾客很少找自己原因的，他们不懂，只会说我为什么在别人做那不会，因为上一次他正好处在这个指甲薄的临界点上去，没事儿，就到你这儿来卸完之后，正好又变得特别薄了，对吧？而且完了你再给他做空甲了，你这人做的不好，怎么样，咱注意到啊，咱注意到。两侧涂不均匀，为什么涂指甲尖缘两侧涂不均匀？就是因为它那个面上没有过渡过去啊。薄的甲片包客送的那片流平建构胶吗？薄的甲片可以包客送。这么说，如果说你是做比较短的指甲，你比如说你就做顶多这么长一个半贴，你要剪一块大概这么长的指甲的话，你可以用铺雕有一定的厚度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给顾客做的指甲这么长的话，首先第一个你就不能选择太软的甲片。因为现在在讲课啊，我要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课程。什么课程？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甲片，它属于那种特别薄的，就跟做穿戴甲一样。像这么长的指甲，我们贴到手上是不是需要让它有足够的硬度支撑，对吧？你抠东西的时候，你才不容易折断。你指望着胶，它能有多大的这种硬度呀？所以要靠甲片的支撑。如果这么长的指甲，你选的甲片特别薄，你涂胶的时候又只是涂了个单色，它可能硬度就达不到。你要用咱送的那瓶流平建构胶就不行，因为那个胶相对来说有点软，就是没有那么硬。它不是说不硬啊，是没有那么硬。所以说你在折的时候就很容易折断，好吧？所以贴甲片一定要选择前端足够有硬度支撑的甲片，不要只是当下贴上去，哇，我操作起来好简单，好快速，就马上它就变那个什么，就没有阶梯感等等的。但实际上你做到手上不一定持久度怎么样。你没有发现，有可能你换了一块甲片之后，突然好像这个断的或者容易折的这种越来越多了，对吧？越来越多了，就这个意思啊。建构需要包边吗？做过建构或者做延长的指甲都是不需要包边的，就是你做了建构或者做了延长指甲，最后我都是要把指甲前端，你看现在这个颜色不打磨的话，边缘坑坑洼洼不漂亮，尤其是颜色深，所以封层之后你建构了，你包了边，我也会把这儿磨掉，磨完这个之后，指甲前端看起来就很好看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不需要包边。还有什么问题？指甲特别薄，对吧？你们看就行了。但凡空甲的，没有人指甲是很厚的，它一定是薄的指甲，但是空甲是可以一直做的。空甲不要反复拆卸，比如说你空甲了，你给它做了本甲的建构，或者做了延长甲的建构，贴了个甲片，做了延长，好了，你不要说半个月、20天接着卸掉，全部卸干净再接着去操作，不行，那个养不好。你最好是啥呢？就做好了之后连续使用2到3次，咱贴的甲片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好不好？
一定要学会保留一层残啊！一层残它极关键。好同学不知道什么叫做一层残，其实就是一层残胶，做一个前建构，保留一层残，本甲也好，延长甲也好，都能留着一点点，你的顾客的本甲就不容易损伤。你做上10次8次，它损伤还不如就是有些人硬抠的那种一次损伤大，好吧？这个要注意啊。还有其他问题，你们有问题快问。正好咱刚刚培勇老师又把其他咱们家老师，你看看，咱老师啊，老师呢我就刚说给我说打印出来给我弄，结果都打过来了。你看小静老师，我看我主要是担心啥呢？不是说看老师做的对或者不对，我是担心我想的跟其他老师他们那个理解的点不一样，综合来说再给你们补充几点，讲课就讲齐全的，好吧？塑形后空甲能好能长出去，你那个时候就代表塑形塑大了，塑形塑的力度太大了，对吧？如果本身指甲很薄的话，这里写了就不建议去塑形了。那种情况下不塑形，你慢慢长出去也不会空甲的，指甲就损伤。没事去买个这种护甲练习剂，好吧？买了护甲练习剂，然后涂到手上练习贴甲片，干啥都行。然后手上的做好建构之后一直留着，有时候脏啦什么你稍微磨一磨，接着还能做，也不要说空着指甲养，空指甲啥也没有教的情况下，你去做这个单色也好，做什么也好，它都容易就是还会再变薄吧，所以慢慢留了一层残比较好啊。我先看一看咱们老师写的，然后那个有哪个我再给你们去补充一下，好不好？对，需要一段时间。你的指甲就比如说这个边缘线就空这么一点点，可能1个月好了。但如果你指甲空的这么大，你一天生长1毫米，你想想你可能需要2到3个月，所以它是不一定的。你看，这是妍老师说啊，避免大肚子。大肚子指的就是塑形，就是贴甲片梯形也好，什么甲片，大肚子指的就是这个两侧有一点点鼓胖出来一块，所以把那个地方一定记得塑进去，好吧？贴甲片塑形只塑的是甲床部分，建构完了之后是甲片和甲建构一块去塑的啊。方形。小杰老师就知道修甲线边缘不能有钝角啊，不能有钝角。你们有问题快打出来，没有问题咱们帮你们解答完了就好。空甲要做一层建构，你做建构或者贴甲片都能养，但是不要频繁拆卸，就算真是不想要的时候，也要保留一层残胶在指甲上，不能空着指甲、软的指甲去就这么着啊，那个空甲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一直也长不好。我看一个老师理解问题一个样意思啊。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给大家稍微写一下啊。然后根据指甲的长短，顾客的客定长短，长指甲看窄梯对吧？短指甲修宽梯，这是谁？这是妍妍老师来。然后肩圆显瘦适合胖肉手，就是肉的手一定是拉长的，椭圆的、尖圆的，你不能给它修方的。还有骨关节大的，你也不能给它修成方的，可以修方，但短一点点，它可能个性。但是显瘦的话，一定在方形的基础上2层往里去收窄。还有圆形比方形和这个短指甲的话更显瘦。这个具体来说应该是椭圆形啊，椭圆形。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一定要根据顾客的指甲、顾客手他想要的一个长短去定，一定是根据顾客手长短去定。问题太多都不知道从哪开始问，修甲型上手去做，做完了问题就出现了。然后你们可能说现在还问题好像特别多，但是如果说一个课程里面修甲型的那些内容点你都掌握到了，今天我跟你说的你都能理解到了，你在修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应该要注意点啥，好吧？老师们写字都好漂亮，都行哈。原来都说长得丑的写字都好看，但是不一定。通过咱这来看的话，老师长得都挺好看，结果写字也都挺好看，都比我好，都比我好。我再捣鼓啊，我再研究一下。其实我看了所有老师写的，我基本上都给你们讲过了。但是就是那个边缘线流畅，侧边这个地方你们要注意，就是按照咱们老师写的啊，一定要测试图贴甲片也好，本甲也好，注意不要上翘了或者下钩了，好吧？延伸要么直线，要么微下钩，但是不能下钩或者上翘的太厉害，就这个地方，好吧？我给这个也留着，后期还能给你们讲课用。今天这人上手需要你们需要的话，我就给你们修一个，因为今天主要是讲问题点。Candy， 你的问题最好是单独找我聊，好吧？因为直播的话，很多同学问题就是每个人都这样去讲，他时间永远讲不完，而且你的问题别人可能不需要，所以最好是你们单独什么问题单独去找我一下啊，薄的指甲贴甲片做建构也不能塑形吗？可以塑形啊，当然肯定要塑形啊。但是就微塑形啊，我把这个删掉，你们写一个这个塑形力度减轻，好不好？别对你们有什么误解。
塑形力度减轻就别使太大的劲儿。如果遇到的是这种薄软的指甲的情况下啊，如果不是说所有的都得塑形力度减轻啊，是说如果遇到这种不能剪不能塑的指甲，那咱们把塑形力度减轻就好了，好不好？我给你们修一个短指甲的甲型吧，我不修延长甲，延长甲修了太多，课程10次8次那么多，然后我给你们稍修一个短指甲的好不好？薄的指甲贴甲片推荐功能塑形，你发群里的那个指甲问题吗？我每天能收到几百条问题啊，凯迪，我确实可能又忘了，大拇指修出来又像龟壳又显胖，我不知道是你修的是什么甲型，确实忘了，看你单独找了一下金飞，来那个谁老师在的话，来一个老师，别老师来了，来那个石老师，你来一下，我用你的小拇指修一个很短贴或者短方形、短贴都行，我拿走了啊，来快，加速，其实我想把这节课控制在40分钟以内，但是讲不完，太能唠叨了。哎呀，你来了，没有呢，我给男同学修个甲型，马上好啊，狗甲练习节啊，短题。一会儿我再抠掉，在它这个指甲上给你们修一个椭圆，你们看看怎么去修啊？甲型很重要，甲型比款式重要的多。我实话说，甲型比你们去绘画水彩都重要，比你们这个跟涂色同等重要，但是比啥都甲型极其关键。观察一下，看看订书机甲型出现了没？一个小订书机甲型，所以像这种你塑的越大，两侧会往里收的越厉害。所以像这种的话，你贴甲片可塑可不塑。如果实在显胖，稍微往里加一点点，微塑形啊，微塑形。还有像订书机甲型贴甲片往里捏一下，两侧这个地方变拱度大一点，贴合度就更高了。我一次灯没有，你拿这个灯帮我照一下。对，我一会儿就照灯，你就直接拿过来就行啊，就扣上去。看不见，我简单一贴好吧，同学们，可能指甲太长了，这个它指甲又大，很难实施。两侧边缘不能缺胶，缺胶两侧就贴不住，你漏胶就不好。这个薄一般贴，折腾。等会儿我给你摁上，你再好了。等会儿，我说过来，你再过来。我说过来吧。我这就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陪伴了我这个5年的一个光疗灯，之前店里倒下来的，抹两遍，单独去看啊，有单独的课，咱这个直播课不能给你们讲太多，要不然后期你们看回放的时候，怎么这节课连啥也讲，你们就看乱了。所以你们需要这门课的时候，单独找一下老师，来拿一下手，3秒2秒的塑一下形，来拿过来，再拿过来塑形，拿过来，折腾。往后点，好，来看啊，就是边照灯拿着镊子，轻轻的往里夹，哪里胖去夹哪里就好，好吧？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微塑形，轻轻的塑形，根据指甲力度这个厚薄度去塑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看这个指甲就偏方一点点吧，偏甲型方一点点。这种甲型贴两侧为空胶，所以说一个涂胶涂到位，第二个贴甲片前捏一下啊。来修方形的话，像这个甲型修方形，两侧的话是这样去收窄就好。有一个半贴后的那个塑形，你搜个半贴后，有一节课你就能搜到你想学的东西。好了，来看，要么两侧垂直下来，要么往里收一点点。收窄的话，其实类似于宽体，怎么收？前端来看短指甲，收一点点就够，别收多了，别一下子收太多，两侧不就这边拐进去了吗？先修面对吧？收好面之后，两侧为斜直线，来往里去再。针对他的指甲来说，这个贴的甲片它就不算长。哎，要针对我指甲来说，可能这个甲片在我手上去就会变得特别长。刚才两侧都收进去了。延伸出去，出来了没？这题，哎呀，没电了，题型就有了。题型几项完成了，俯视图完成了，侧边线，你看软掉的不要了。我说了啊，像短指甲修很窄的话，多多少少有点非正常，是往上倾斜的一条斜直线。拉直线，侧边线倾斜，拉斜直线。
上去，然后最后精修一下两侧，是不是哎比较精细的流畅的线条，要锋利呀，一定得锋利呀，给它锋起来。那么你的手就不能太碎，要拉长，它才会足够的流畅啊，足够流畅。然后尽量把这个尖尖角角都做出来。所以呢，我这个尖角刮衣服，我们可以在底下去处理一下这个角，也不要在俯视图修面的那个角度上去处理。然后最后干啥？定数接甲型两边，对吧？我们怎么能让指甲显瘦？是不是要打磨？从边缘线到中间，这个刚刚也讲过了问题啊，要让它薄起来，两侧看着一定要薄，不能明显看到厚度。前端无所谓，前端有一定的厚度是正常的。你要收窄了，这不就窄了？然后再拿个薄锉，我是不是说了要再拿薄锉给它二次锋利一下，调整一下甲型。好了。这不就基本好了，两边这里带还要再磨啊，建构之后这个甲型会更正。现在看后缘的话，多少有一点那个啥，但现在这个题型就修好了，好不好？理解一下，好快就修好了。你不要去看，就是你们还有修甲型容易一个干啥呢？你们爱看它的微笑线，就是它的微笑线斜的，你们就那个容易忽略掉。其实你们不用，就只要掌握好你们的角度，它的微笑线爱长啥样长啥样，爱怎么斜怎么斜，对吧？我们最终涂完颜色看的是整个甲面，所以微笑线它歪的，老师我该怎么修甲型呀？对吧？你们就忽略掉就好啊，只要找自己的对称点就可以。千万不要再塑形塑大了，这个指甲再塑形塑大了会更显胖，会更显胖的。没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快问，没有问题咱就休息，这课到这儿不能时间太长。